各位健康之道的家人好，我是志玲。今天不聊养生，聊一件关乎钱袋子的大事。您是否曾因换工作开过新薪资账户，离职后却忘了里面还有几千几万没取？那本存折是否早已被埋进抽屉底层或当成杂物丢弃？如果您觉得钱不多，懒得处理，请听这个事实：全台目前有高达几百亿新台币的存款，正以禁止户之名躺在银行里沉睡。这些是我们用汗水换来的血汗钱，只因为被遗忘，就静静待在银行，甚至被用作投资生利。而现在有一个关键时机，配合2026年全台防诈骗金融大清查，正是找回这笔财富的最后好机会。今天志玲就教您一招一键查询的方法，银行绝不会主动告知。已有朋友借此找回十几万、几十万，给家里添购大件或过个好年。节目开始前，请您订阅健康之道，并在评论区留言，我要找回我的钱。让我们一起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财富堂堂正正拿回来。咱们首先得把这个禁止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给它彻底弄明白。很多上了年纪的家人可能会觉得，我的钱存在银行里，就算我一直不去动它，它也永远会在那里啊，而且不是还会生利息吗？怎么会不见呢？志玲要告诉您，这个想法在以前可能还行得通，但银行的运作机制其实是非常现实和复杂的。一般来说，如果您的一个活期存款账户里面的余额没有达到银行规定的起息点，比如说1万块或者5000块，同时您在超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通常是1年到2年左右，没有任何一笔存款或者取款的记录，那么银行的电脑系统就会自动启动一个程序，默默地把这个账户标记为久未往来账户，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禁止户。在过去更早的一些年里，银行甚至有权直接停止给这些睡眠账户计算利息。虽然后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金管会出台了规定，要求银行必须继续计息，但即便如此，这些已经被打入冷宫的账户，他们的状态依然是沉睡的、冻结的。我们本人无法直接通过存折或者金融卡来动用里面的钱。那么志玲为什么一直要强调2026年这个时间点呢？这就要说到当前的社会现状了。家人们肯定都知道，现在的诈骗集团非常猖獗，手段层出不穷，而很多被我们遗忘的闲置的银行账户就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他们通过非法手段收购这些账户信息，拿去当作人头账户进行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为了从源头上打击这种金融犯罪，维护大家的财产安全，金管会已经对全台湾的所有银行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在2026年之前必须完成对所有久未往来账户的深度清理、盘点和确认工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您名下的这些老账户在银行这次大规模的清查行动中依然被认定为静止状态，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那么银行为了彻底降低自身的运营风险和成本，极有可能采取比现在更严厉、更激进的措施，比如完全暂停这个账户的所有功能，甚至连静止状态都不维持了，直接启动强制销户的程序。一旦走到强制销户这一步，您账户里剩下的余额就会被转到银行内部一个叫做暂收款的科目里存放。真到了那个时候，您再想把钱拿回来，那个手续可就真的不是一般的麻烦了。您可能需要亲自跑到银行的总行去提出申请，填写一大堆复杂无比的表格和保证书，甚至有的银行还会要求您提供证据来证明这笔很多年前的存款的来源是合法的。这个过程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疼，跑断腿、磨破嘴都不一定能办成。所以志玲在这里要大声地提醒各位家人，趁着现在银行还在进行清查盘点，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上，我们主动出击，把这些散落的财富找回来，是绝对聪明、绝对正确的选择，刻不容缓。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大哥大姐要问了，志玲啊，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听懂了，也着急，可是我年轻时候工作换来换去，开的户头一大堆，那些老存折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连当时刻的印章也找不到了。更麻烦的是，时间过去太久，我连这些账户到底是开在哪一家银行都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全台湾有几十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难道要我一家一家银行跑过去问吗？我这把年纪了，
腿脚也不方便，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志玲完全理解大家的难处，但请您千万别用这种土法炼钢的笨方法，那样做不仅把自己累得够呛，效率极低，而且您去到一家您从未交易过的银行柜台，询问一件他们系统里可能都查不到陈年旧事，行员也难免会觉得为难，甚至可能给不了您好脸色看。今天志玲要教给大家的是一个在金融圈内部人士才知道的聪明法宝，利用一个最具权威的官方机构中华民国银行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简称银行公会，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件事的全面查询。这个服务的全名叫做本人银行账户查询服务，它就像是一位神通广大的金融界私家侦探，只要您授权，它就能帮您把隐藏在全台湾所有银行、信用合作社、农渔会等金融机构角落里的您名下的账户，统统都给搜寻出来，列成一张清晰的清单交给您。具体的操作办法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志玲接下来就把这个流程掰开了、揉碎了，一步步的讲给您听。首先，如果您平时不太习惯用电脑和网络，更喜欢面对面办事，或者觉得去柜台办理更踏实，那么您可以选择书面查询的方式。您不需要跑遍全台湾的银行，您只需要带上您的双证件，也就是身份证和第二证件，比如健保卡或驾照，随便走进一家您觉得交通方便、服务态度好的银行网点，哪怕您从来没有在这家银行开过户，也完全没有关系。您走到柜台前，直接跟行员说：“您好，我想要申请办理银行公会的本人开户资料查询业务。”行员一听就明白，他们会拿出一张专用的申请书表格给您填写。这里志玲要特别说明一下，这项查询服务是需要支付一点点手续费的，大概就是100块新台币左右。但是请您想一想，这100块钱就好比是购买一张金融藏宝图的门票，万一靠着这张藏宝图，您找到了自己遗忘的几万块、十几万，那这100块的成本回报率可是高达几百倍、几千倍啊！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划算的投资之一了。您填好表格，交好费用之后，这家银行就会帮您把申请资料统一送到银行公会去处理，大概等待几个工作日到1周的时间，您在家里就会收到一封银行公会寄来的挂号信。这封信里面就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列出您名下在全台湾所有金融机构里的开户明细，包括银行名称、账户类型等等。您拿着这张清单，就像握住了藏宝图，立刻就知道您的钱到底藏在哪一家银行了。另外，如果您的子女、孙辈比较熟悉电脑操作，或者您自己本身就会上网，那么还有一个更加方便、更加快速的线上查询方法。您可以利用 eBill 全国缴费网的特定功能，或者使用 TWI 的台湾身份识别这种高安全等级的网络身份认证服务。这时候，您需要准备好您的自然人凭证、IC 卡和对应的读卡机，把读卡机连接到电脑上，插入您的自然人凭证，然后登录到相关的官方网站，按照网页上的指示一步步操作。很快，您就能在电脑屏幕上直接看到您名下所有账户的列表了。这个方法不仅省去了您出门跑银行排队的时间，而且整个过程非常快捷，费用更是低廉甚至免费。很多长辈在儿女的帮助下尝试了这个线上方法后，都大吃一惊。有的朋友发现了20多年前，在一家如今已经改名或者被合并了的银行里，居然还有一笔未结清的薪水或奖金。有的朋友则想起，当初为了缴纳房屋贷款而专门开立的还款账户里，在贷款还清后，竟然还剩下了几万块的尾款没有处理。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是在冬天穿上去年的大衣时，伸手一掏口袋，居然摸出了一叠厚厚的钞票，那种惊喜和意外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查到了账户明细，这只是我们寻宝行动成功的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当然是要把钱真真实实、安安全全的领回到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这最后一步也是有技巧和攻略的，志玲帮大家分成2种最常见的情况来处理。第一种情况是，如果您查询出来的结果显示，某个被遗忘的账户里余额并不多，可能只有几百块新台币或者1000块出头，您可能会犹豫，心想为了这几百块钱，还要我专门跑去那家银行一趟，来回的车费、时间可能都不划算啊。请您千万别这么想，
也千万别放弃。现在已经是数字金融非常发达的时代了，很多银行为了提供便捷服务，都推出了线上结清销户的功能。您完全不需要亲自跑银行，只需要在家里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就能搞定。您可以登录那家银行官方网站的网络银行专区，或者下载他们的手机 APP， 在里面仔细找一找，通常会有账户管理、线上销户之类的选项。您按照提示输入您的身份信息，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完成验证，系统就可以自动帮您把这个沉睡多年的老账户办理结清和注销手续，并且账户里剩下的那几百块余额，连同最后一丁点的利息，都会自动汇入您事先指定的另一个正在使用的银行账户里。您看，就这么简单，坐在沙发上，用手机滑一滑，点一点，几百块的意外之财就到手了，连家门都不用出。第二种情况，也是最让人激动和兴奋的情况，那就是您发现某个禁止户里竟然有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的存款。遇到这种情况，志玲就要恭喜您了，这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意外惊喜。这时候，您就需要亲自去一趟银行柜台办理了。出门之前，请务必记好，带齐3样法宝：第一是身份证正本，第二是第二证件如健保卡，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您当初开设这个账户时使用的原留印件，也就是那个开户印章。很多家人这时候又会发愁了，哎呀，志玲，都过去20-30年了，那个老印章我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这可怎么办？别着急，完全有办法解决。您就带上您现在正在使用的新的个人印章去银行，到了柜台，在办理手续之前，您先跟勤员说明，您好，我这个账户的开户印章已经遗失不见了，我需要先办理印件挂失并更换新印件的手续。办理这个手续，银行通常会收取一点点工本费，大概100-200块新台币。您想想看，用这100-200块的成本换回几万、几十万的存款，这是多么值得的事情。处理完印章问题，您就可以正式办理业务了。您可以直接跟行员说，我要办理禁止户恢复往来，或者说的更直接一点，我要把这个账户里的所有钱都取出来，并且把这个账户结清销户。只要您本人到场，证件齐全，手续合规，银行行员是绝对没有理由，也不敢刁难您的，一定会为您顺利办理。而且志玲还要悄悄告诉您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隐藏红利，很多被列为禁止户的账户，虽然交易功能被冻结了，但一旦您本人前去办理激活或结清手续，银行的系统往往会根据账户过去的存款情况和利率，为您回溯补记一部分这些年来产生的利息。这就是复利的魔力。哪怕最初的本金只有5万元，它在银行里沉睡了20年，累积下来的利息也可能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足够您请全家人好好吃上一顿大餐，或者给自己买一份心仪的礼物。前几天就有一位我们健康之道的忠实观众王阿姨特意发信息告诉志玲，她说她看了我们之前的节目预告后，就让女儿用自然人凭证帮她上网查了一下，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竟然发现她大概30年前在老家附近的一家信用合作社存过一笔钱，后来那家合作社被一家大型银行合并了，她一直以为那笔钱早就没了，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这次一查询，那笔钱连同这么些年来的利息都完好无损地存放在合并后的银行里。王阿姨和女儿赶紧去银行办理手续，连本带利一共拿回了18万多元。王阿姨在信息里说，她在柜台前等着拿现金的时候，手都激动的一直在发抖，感觉这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的一个大红包。后来她用这笔钱给家里换了一台新的冰箱和洗衣机，还给孙子和外孙都包了丰厚的红包，全家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个年过得特别有滋味，特别温暖。志玲做这期节目的初心正是如此。我不希望各位家人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仅因资讯不对等或时间久远的遗忘，就变成银行里冰冷的数字，甚至可能因政策调整而被充公。我们活到这把年纪，都深深懂得赚钱不容易，守住财富更是难上加难。辛苦大半辈子的心血，绝不能沉睡在银行的遗忘角落。请记住，那是您的合法资产，不是银行的。所以，趁着2026年全台金融大清查尚未收紧，
赶紧行动起来。这就像一次财富大扫除，找回散落各金融机构的财富碎片，让他们为您晚年生活增添底气和从容。今天看完节目，就去问问家人会不会用自然人凭证帮您上网查询，或去银行柜台填表申请查询。短短几分钟的投入，可能换回几万、几十万的回报，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同时，恳请您把节目分享给另一半，转发到家庭群、老友群等。您的一次热心转发，可能帮助他人找回应急钱、看病钱或养老金，这是实实在在的助人好事，功德无量。记住，银行永远不会主动提醒您有钱忘了拿，权利需自己争取，财富需自己找回，别再让养老钱埋没。从明天开始行动，我是志玲，希望帮您把每一分应得的钱都找回来。咱们下期再见。